大家好，我是咪咪，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就能够制作漂亮的双色饼干的方法。今天需要准备的材料：白米粉85公克，还有杏仁粉10公克，以及制作巧克力面团需要的可可粉5公克。那我们先把杏仁粉过筛到糙米粉里面，接着把粉类拌匀。需要把粉类分成2等份，分别是50公克的原味面团跟45公克的巧克力面团。那这边这个红色的碗是50公克，剩下这一个本来橘色大碗是45公克。把可可粉塞到这个大碗里面，过筛完成之后，一样搅拌均匀。那现在2种粉类都准备完毕，就先放到一旁。今天需要的奶油总共有50公克，事先切角丁，放在室温软化，到手指可以轻易压下去的程度。那今天的话，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糖粉30公克，它是让饼干变得酥脆的秘诀。另外，今天的饼干不加蛋，所以会使用到无糖花生酱，总共需要10公克。材料都准备好之后，用电动打蛋器以中低速把奶油搅打至稍微发白，把糖粉依次加入，然后先使用低速，准备刮刀把粘在碗壁上的糖粉刮下来才会均匀。那打蛋器现在可以开高速，打到蛋白膨胀之后就可以加入花生酱。加入花生酱10公克，再继续把花生酱跟奶油搅打均匀，这个时候开中低速就可以。完成后的奶油糊表面会有这样子很明显的螺旋花纹。我们需要把奶油糊分成2等份，一份总共是45公克。然后分别加入刚刚分好的白米粉跟加了可可粉的米粉。因为这次粉类的分量比较少，所以我们一次加入就可以。准备 2.5ml 的牛奶调节湿度。像这样子，面团捏起来可以成团即可。根据天气的不同，奶油融化的程度不一样。像今天的话，牛奶的部分只加了 2.5ml，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加到大约 5ml 左右。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当时的状况来做一些微调。那原味的面团以一样的方式，先加入米粉，准备 2.5ml 的牛奶。面团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准备2个大的塑胶袋，把面团装到这个塑胶袋里面，然后擀平。今天我们需要擀成大约 0.3公分的厚度。那需要尽量把它擀成方正的样子。像这样这边有这种不规则的边边，就可以把它折一下，再擀一擀。和原味这一块对一下宽度，所以我大概要擀到的宽度是这样子。可以先把这个袋子给折起来，尽量的把这个空隙给填满。比较一下，2个厚度差不多，我们就可以送进冷冻。需要冷冻大约20到30分钟，等到面团完全冻硬的时候，再拿出来做切块。那饼干冻硬之后，就可以来切块。那我们取一个饼干模，我们要切的宽度就跟你的饼干模差不多，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取一张烘焙纸，把刚刚切割好的面团组装成条纹相间的，这样子就做好了。接下来放格纹，刚刚剩下的面团再把它们从中间剖半。
边缘有一些不规则的部分，用刀子稍微推一下，多余的部分就把它给切掉一点。刚刚的饼干也是稍微把它整形一下，让每一块饼干紧紧的密合在一起。接着取出擀面棍，把烘焙纸盖起来，稍微的把它擀平压密一下。记得不要擀得太大力，才不会变形。接着再放回冷冻库，冷冻大约20分钟，冻硬之后再来压形状。在开始压模之前，我们可以准备1小碗米粉，把模具沾上米粉，避免等一下面团会一起粘在模具上面，并且可以顺便预热烤箱。可以在中间用手指稍微一下强化一下，取起来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移到烤盘上面。那我们现在完成塑形之后，以160度烤13到15分钟，到表面稍微上色。那饼干现在已经完全放凉了。制作这个饼干有2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饼干面团它软化的速度很快，一旦发现变得太软，就要再放回冰箱冻硬，才不会造成在压模的时候中间的分割线可能会有变形。再来是模具的部分，最好沾上一层米粉，避免面团沾黏，也一样是如果面团沾黏在模具上，很容易会扯到中间的分割线，就不会显得那么的平整。那我们来看一下饼干的正面跟背面。那因为我是用2片面团拼接在一起，所以它的表面的话会有一点这种高度差，蓬蓬的，有点像枕头的感觉。这个面团的配方是非常酥脆的，一掰就可以散掉。侧面会有这种明显的分层。这一款的面团，它是吃起来比较酥脆，相对来说它的结构也比较脆弱，所以比较适合用压模的方式。如果是比较常见那种用手塑形的，它对饼干面团的硬度就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我们下一期见，拜拜。